朋友们，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就是当遇到烦心事后，即便当下糊涂，但过后也马上能知道是自己的内在出了问题，但是自己搞不清楚问题在哪里。比如被人骂了，自己很生气，但不知道自己内在哪里出了问题，才会显化被骂的场景。我们说一切都是心的投射，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真心本性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人生的一切影像。为什么每个人的影像会不同呢？因为因果不同，不同的业力，不同的妄心，不同的执着，便是不同的因果，注定了不同的人生剧本。就好比上面的例子，之所以会被骂，也许是之前骂过别人，那怎么解决呢？打不还口，骂不还手吗？谁要是这么教你，你就去找他。修行不是做个忍气吞声懦弱的人，而是要活出真相。万法唯心所现，一切都是心显化出来的幻影，心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明白，人生是幻，是镜子照出来的影像。自性、本心、空性，那个镜子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，才是真正的你。那为什么曾经你会骂他呢？因为你忘记了真实，把幻影以假当真了，所以才会有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才会有好坏、对错、得失的分别评判。所以根源在你忘记了真实，迷失了自己。大家应该都听过六祖慧能大师的一个公案，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为什么六祖慧能这一句话能让这个公案千古流传？它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玄机？风动、幡动、心动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所有看到的外境，无论是旗子也好，风也好，到底来自于哪里呢？是外面真的有一阵风在吹吗？真的有一个旗子在飘吗？其实按照究竟的心法来说，这都是不存在的。不管说旗子也好，风也好，都是我们心的一种显现。外面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旗子，也没有一个什么风，完全是我们心的一种幻化，或者是心的一种投射。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就会被外面的假象所迷惑，也就是我们说的着了这个相。如果我们被这个假象所迷惑，我们就会忘记这个相的源头。这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，为什么会生出烦恼与痛苦的原因所在。因为我们都是着相的。金刚经里面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旗子是虚妄，风也是虚妄，虚妄对虚妄还是虚妄。那么虚妄的源头在哪里？虚妄的源头来自于我们的心。所以我们再回归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去看，去分析，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明白，一切的一切都是心的造作，心的投射，心的分别，是心起了一个分别的念头，所以会在外面出现一个分别的相。心才是真正的原因，而外面那个风吹幡动的相，不过是心动产生的一个果。心是因，世界是果。正如地藏经里的一段话，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，五蕴悉从生，无法而不造。也就是说，外面的世界都是我们的心造出来的。心就好像是一个画家，他画了一个飘动的旗子，又画了一阵风。那么到底谁在动呢？不是画家的心在动吗？那有人可能就会问了，这颗心到底是指哪一颗心呢？是指我们的妄心呢？还是指我们的真心呢？因为妄心才会动，真心不会动。所以这个问题很好，那到底是妄心在动，还是真心在动呢？从不了义的这样一个境界来说，是妄心在动。
妄心就是念头，所谓的妄心，就是一直是无常变化的，会去判断、评判的意识，这个叫分别识，这个识就是妄心，它在那里动，所以说是妄心在动。只有妄心一动，我们才会出现整个世界，才会出现棋子，才会出现风这么一回事。好，那么这个是不是究竟之理呢？这个还不是究竟之理，我们要再进一步的去分析，就是我们这个妄心，这个分别心，这一个一个的念头，又来自于哪里呢？它又来自于我们的真心，就是我们的妄心，我们的念头。起心动念也需要有一个源头，一切的一切都有一个缘起，而不是天上突然会掉下来这么个东西。它来自于哪里呢？来自于我们的真心，而这个真心其实就是我们的自性，也就是我们的自性里的光明。我们的自性当中有一念的光明，这个一念的光明才会分化成2念、3念、4念，乃至于万念。所以六祖慧能在开悟时说的偈子中有一句：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所有的万法全部是我们的念头幻化而成的。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妄心好像是妄心，但是妄心来自于真心。难道一个真心会变一个妄心出来吗？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悟透的一个玄机所在。为什么我们会有妄心和真心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呢？那就是由于我们没有悟透，我们没有明白所有的妄心皆来自于真心，我们只是在妄心这个地方止住了。当你从妄心再去寻找妄心的源头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会回到真心，你会恍然大悟，原来一切的妄心全部来自于真心。那你这个时候就会提出一个疑问：为什么清净的真心会出现一个不清净的妄心呢？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回答出来了，那么你就算是悟透了。为什么一个真心会生出一个妄心呢？因为妄心就是分别心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烦恼。因为有了分别心，才会有烦恼，才会有恐惧，才会有颠倒梦想。那么真心当中为什么会生出颠倒梦想呢？之所以会有妄心，会有颠倒梦想，会有恐惧，会有烦恼，是由于我们不知道这个妄心来自于哪里。如果你明白了这个妄心来自于真心的话，那么真心是清净圆满的，怎么可能生出一个不圆满的妄心呢？显然是不可能的，说明妄心是不存在的，烦恼也是不存在的，颠倒梦想也是不存在的。那为什么在我们的世界当中，这些东西又实实在在的存在呢？就是由于我们没有回到真心去看待妄心，也就是说，不知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我们没有跳出我们的念头，没有跳出我们的妄心，没有跳出我们的分别心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分别心是真的，我们认为这个妄心是真的。就像是你待在庐山里，根本就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，只有你超越庐山，看到庐山。你站在空中去看庐山，庐山整个面目自然显现，哪里高，哪里低，哪里有云，哪里有树，你是清清楚楚，一目了然。当你在庐山之中，你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去看破烦恼，看破恐惧，看破颠倒梦想的妄心，就必须得一直往回走，回到你那个如如不动的真心。来到这个真心之后，你再去看这些妄心，你会发现这些妄心，这些痛苦，这些烦恼，根本就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，而是一种真心的妙用。那个时候，妄心就已经不是妄心了，这个时候妄心也是真心，也就是弘忍大师曾经对神秀说的那一段话：
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如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只要你回到真心，再去看我们的所谓的妄心，你会发现所有的妄心全部成了真心，成了真心的妙用，成了真心的妙有。因为只有这些我们认为的妄心溢出来，这种分别心溢出来，整个万法，整个世界才能够出来，它才能够体现整个真心的妙用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分别的念头以及万念，全部是真心为了展示真心能生万法的妙用而生出来的。所谓的妄不是真妄，所谓的烦恼不是真烦恼，所谓的痛苦不是真痛苦，所谓的无明也不是真无明，都是真心投射出来的妙有。所以才会有心经里面说的无无明亦无无明尽。凡夫不懂得这个道理，一心想要铲除妄心，实则是头上安头，作茧自缚。那么怎么样去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呢？怎么样去认识到妄心不是真妄心，烦恼不是真烦恼，痛苦不是真痛苦呢？怎么样去识破这个烦恼其实是菩提呢？这个妄心其实是真心呢？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真一切真的奥妙所在。你必须得回到觉，回到你的真心。真心是什么？真心就是觉。你必须回到你真心的光明，也就是自性的光明。当你回到觉，用自性之光再去看这些妄心的时候，你才能真正的识破所谓妄心的真面目。它的真面目就是菩提，就是清净，就是圆满。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明白世界的真相，才真正明白一真一切真，以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的玄机妙理。当你回到觉，回到自性光明，再去看这些分别的念头，去看这些相，你会发现所有的相，所有的念头，全部都是自性光明的妙用。哪有烦恼呢？哪有痛苦呢？哪有生呢？哪有死呢？这个时候我们只是看着而不起分别评判，一切见而不见，即虽见而不起分别之见。这里有人可能就会说了，既然不分别，那我可不可以吃沙子而不吃米饭？其实我们吃饭不吃沙子是我们的本能，这叫善分别，也是妙观察智。所谓的不起分别，是在分别中无分别想，不去评判延伸，念念叠加，做到见只是见，看只是看，任由外境怎么变，我的心都是不动不摇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一切都已经在无生法忍的境界当中了，你就已经看到了无生法忍，已经见到了这些相的本性了。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明白旗子是什么。旗子是真心的妙用。风是什么？风是真心的妙用。风吹动这个旗子，让这个旗子动，这些全部是我们真心的妙用。所以你可以通过旗子看到你的自性光明，也可以通过这个风吹动旗子这个相，看到你自性光明的妙用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的见相而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就是你见到这个旗子，见到这个风吹旗子这个相，但你不被这个假象所迷惑，而看到这个相背后自性的妙用，你不就见到了自性的光明了吗？所以六祖慧能的这句话就是引导我们，不要去只看到风动或者旗子动的这样的一个相，而要通过风吹旗动的这样的一个相，再去看到相背后的一个源头。这个缘起性空的源头就是我们自性光明展示出来的妙用。只有你看到了这一层，你才能真正的明心见性，你才能真正的见相非相，见到背后根本就没有动的如来自性。那为什么我们又认为它动了呢？因为动是妙用，不动是本体。动是为了展示不动的妙用，
不动是动的一个出处与源头，动是用，不动是本体，动是相，不动是性。明白了吗？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真空与妙有的关系。风吹棋子在动，这个是妙有，背后如不动的真心是真空，这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个动就是不动，而这个不动展示出动。所以也可以用这一句话来说，动即是不动，不动即是动。明白了这句话，也就明白了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道理。它们是一个整体，就像是手掌，5个手指都是从手掌伸出来的。当我们去拿东西的时候，是手指去拿东西，手指要不要动？手指要动，但是这个手掌有没有动？其实手掌是没动的，因为手掌是那个整体，是一，它是动不了的，它是如不动的。它要去拿东西展示它的妙用，必须让手指去动，因为手掌是源头，手指才能动。所以所有一切的动都是为了展示不动的妙用。如果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所有的理你都会明白。这个时候你其实已经明心了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